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在铁坑聊起来自小杠精传祺 H2。说到传祺 H2，喜欢仿赛的兄弟应该都很熟悉，它在很多摩友心里有着很高的地位。不过这台摩托属实不便宜，我也买不起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争取早日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 H2。另外，今天的视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8月份国内会有场公升级直线加速赛，到时候给大家出实车视频。至于我为什么叫传祺杠精，因为你多了解传祺，就会发现它永远比同级别排量大、马力大，属于那种你做4缸，我做6缸就是要比你快。你做2缸2冲程，我做3缸2冲程，就是要比你快。你做600cc，我就做个636；你做1300cc，我做1400cc，不行1440；你做1000cc，我做1100、1200，不行机械增压。而且你做600cc 130匹，它非得做到160匹；你做1000cc 180匹，它非做到230匹，不行300匹。你微缸摩托做到1800cc，它非得做到2053cc；你2冲越野摩托做个250，它非做到500。这种例子数不胜数，传祺的杠我能聊10分钟。今天不扯了，改天有空专门聊一下传祺的杠。我们先说到传祺 H2，它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车型。早在1972年，传祺发布了 H2 750马赫，这是一台风冷 748cc 2冲程并列3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800转，爆发74匹，最大扭矩6500转，爆发77牛米，用的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整车净重192公斤，0-100加速5秒钟，当年最高时速192公里每小时。这台 H2 750马赫只生产2年，后期被4冲程 KR 750取代。可以这样说，传祺的 H 系列都是狠角色，从 H1 到 H2 到最新款的 H2， 都是不好惹的车型。我们先来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后期2015年，传祺复活了 H2， 复活之后也分了很多型号，比如街道版的 H2、赛道版的 H2R， 包括碳纤维版、迪拜警车版，各种型号可以说非常多，也有 SX 版、SE 版以及街车 ZH2。而且 H2 这么多年，马力和扭矩一直有升级。目前是一台液冷 998cc 4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用的双顶置凸轮轴，每缸4个气门，带有离心式机械增压器，最大马力11500转，爆发228匹，比老款马力大了28匹。最大扭矩11000转，爆发141牛米，相比老款增加10牛米，用的6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带有快速换挡，包括滑动离合。而它的赛道版有310匹165牛米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数据。座椅高度830，装备总重量216公斤，这个重量下降了很多，老款238公斤。使用了普利司通 RS11 运动轮胎 ，TFT 液晶仪表可以显示最大倾角、冷却温度、增压显示器、油耗、时钟、里程等等。也可以与手机实现互联，这个仪表就老款仪表。至于它的离心式机械增压器，这个东西设计上类似于涡轮增压器，不同之处在于离心式增压器不是由废气驱动，而是由发动机曲轴驱动。它的优点在于绝热效率，更适合高转发动机，而缺点在于它需要快速旋转才可以产生低端扭矩，不像正排量压缩机一样可以立即增压。综合效果，发动机转速16000转，可以转变为叶轮转速13万转，它会在较高的转速下产生过多的增压，并且会超范围运行。简单来说，离心式增压器是摩托增压最好的方式之一，但依然存在很大的缺点。传祺目前正在使用自动连接齿轮来降低增压器速度，同时配备摩托 GP 无缝换挡、5轴的 IMU 惯性测试单元、弯道 ABS 启动控制3种牵引力模式，包括发动机制动电子转向阻尼、KYB 的前倒置减震、欧林斯的后减震器、高强度的钢管车架、暴雨卡钳、ABS 弹摇臂，而且增压器和变速箱提供油冷系统。也有电子节气门、反扭矩限制器，而且冲压进气依旧标配。可以说 H2 已经非常先进。就聊这么多吧，都是眼泪，买不起，拜拜，再见。